港股的小米在局部的形态上它是发生了有些改变，所以今天我们再出一期视频来具体聊一聊。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假设，如果当前这个三浪二没有结束，那么它的内部结构可能会运行一个所谓的一个三波回撤，等这个三波回撤结束之后，才会开始运行所谓的新一轮的这个子浪三的上涨。欢迎大家来到正经参考的频道咱们这个频道主要是通过波浪理论解盘然后看形态入场。在以往大家提供的这些票当中，我们除了会提示机会，也会提示风险。我们关注的大类主要是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的中长期走势。如果你有比较看好的票可以加我的 QQ 来约稿，同时也可以来了解会员的权益和福利。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支票是港股的小米其实之前我们在7月2号说过，大结构上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但是在局部的形态上它是发生了有些改变。那本次这个品种也是咱们的会员约稿，那我们继续跟踪。那首先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要梳理一下整体的一个大结构，前期的走势。前期走势的第一波形态，我们依然是认为它是一个五浪推动的一个形态，1、2、3、4、5那在这里的话，它是已经完成了首轮上涨的一浪之后是经历了一波时间较长的一个中期回撤当然这个回撤我们也是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三波的形态。三波的形态运行完毕，那么也就代表着这个第二浪结束了。那重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三浪。在这个三浪一的内部，它起手是走了一个引导楔形，1、2、3、4、5这是三浪一，阶段性的三浪二，然后运行的这是一个三浪三，大三浪里面的第三个主升浪，然后一个回撤，第四个子浪。目前其实就运行在第五浪也就是三浪五当中的概率更大一些，三浪五的概率更大一些。等这个结构全部运行完毕，那代表着大三浪全部走完。好，分析到这里，我们知道了我们目前是处于这个所谓的三浪五当中。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日线图。日线图从当前结构的划分来看第一轮的走势它应该是走出了一个个人认为所谓的一个三波走势。出现这样的结构就有可能后期会演变成什么？在这个大的三浪五，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现在处于三浪五当中，它后期有可能会走出一个终结楔形，因为终结楔形内部结构经常会出现全三的一个形态全三的一个形态。那这里首先我们要画一下黄金分割针对这个大结构，那么我们看一下后期整体走势，可能这是三浪五当中的子浪一、子浪二，上方有个子浪三以及子浪四和子浪五。等这个走势全部运行结束，那么也就代表着大三浪五的走势结束。好，那说到这里，那这里我们就要看一下当前我们是运行在其中的这个子浪二当中，这个子浪二最新的一次回落，它是回落的位置是处在这个 0.382 到 0.5 之间，在这个位置。那如果目前预期这个子浪二是已经在50港币左右结束，那么当下那它就是处于这个子浪三的上涨当中，后期肯定是会突破 61.40 去到更高的一个位置。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假设，如果当前这个三浪二没有结束，那它的内部结构可能会运行一个所谓的一个三波回撤，等这个三波回撤结束之后，才会开始运行所谓的新一轮的这个子浪三的上涨。所以当前两种结构形态同时存在我们如果按照黑色段的预期来看，那么我们就要研讨一下后期整体向下的空间以及幅度有多大。那通过黄金分割以及波浪尺，那么可以看到后期整体向下的幅度支撑大致是位于这个618倍到1倍一个中值的位置，可能是在47附近47，这里我们看一下应该是在 47.70。 那下方防守的位置是位于这个黄金分割618的位置47.70， 防守的位置是位于
45.8，也就是把45.80让开的话，比如说你放到45就可以了。这是防守，也可以称为它是一个多空分水岭。后期如果按照第二种预期，这个子浪2调整没有结束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等待 47.70然后再去考虑在这个位置附近出现底分型十字星，我们才有一个参与的一个信号或者是条件。这是按照第二种预期的一个走势的一个结论分析的一个结论。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一种，假设子浪2已经刚才说了在50块钱左右结束了，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那首先我们还是需要拉一下最近的这一波调整的一个黄金分割。最近的这一波调整的黄金分割我们拉出来以后，我们会发现前2天的反弹它是受制于618的位置，也就是57，也就是说如果再次向上突破57这个位置，那极有可能会延续我们刚才所说的第一种趋势，目前是处于子浪3已经开始了，所以这个位置 57.10 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位置如果直接突破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清仓，继续去跟进来操作这个后期的日线级别的子浪3的一个波段上涨机会，或者说是它没有向上突破 57.10， 反而向下回落到 47.70 附近，那么我们就等待这个位置来操作子浪3的一个上涨机会。所以目前的结构给出的我们的结论有2种预期，我们就等待市场看它最终会按照哪一种走势结构去发展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后期整体向上的一个上行的一个目标压力在哪里？这里我们用到这个波浪尺，首先看一下3浪3和3浪5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大1浪和大3浪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关键的位置的一个重叠。那通过上述2种划分方式，波浪式的划分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后期上方第一个需要关注的位置是位于 63.40 到 63.30， 第二个需要关注的位置可能是位于74附近。暂时我们先看到以上2个位置当然行情走势它也是一波波去走的，对吧？我们也需要等待这个结构形态更明确一些。但是目前主要的主体思路，我们还是会认为大概率它是处于这个周线级别的这个3浪1、3浪2、3浪3、3浪4、3浪5当中的一个终结楔形的一个延长浪当中。目前我们可去操作的，也就是它其中的这个子浪3的再次上涨。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于这个港股小米的再次更新结构分析。那么短期的结构发展这个变化我们也说的比较清楚了，包括2种预期我们说的也很清楚了。那后期我们就等待这个市场的验证。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